好，据台媒2号报道，台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已确定暂缓对海实弹射击演练。那么，台军原计划在金门等地的实弹射击演习，不管是地点、规模、样式，还是为期超过3周的时间，均属前所未有。对此，国台办和国防部均警告称，我们密切关注台军在金门的动向，如其挑衅滋事、胆敢轻举妄动，必遭失败。 根据台经防部之前的公告，从4月2号到4月25号，台军将在后屿、狮屿、猛虎屿、复兴屿、烈屿东港及金门本岛东南方等地轮流进行对海实弹射击。射击训练期间，周边海空域将进行警戒管制。 台军方发言人称，此举为对海防护射击，是例行性常态训练射击，没有针对性。4月2号，经防部又发公告称，因担心海上射击具有引起挑衅的意味，加上雾气来临，海上存在借护危险，目前暂已改为陆上靶场射击训练。原定的对海实弹射击演练现已确定暂缓。实际上还是台湾地区的军方也好，包括了台湾当局呢，还是感觉到这样很容易的引发的两岸 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嘛，因为呢，金门本身呢距离厦门就很近啊，别说是深管火炮了，就是像迫击炮，打上一发的话，那也是射程有几公里了。所以呢，像这样的情况呢，很显然，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呢，对海上呢进行实弹射击的话，那挑衅意味啊是非常明显的，甚至可以说他之前呢就是想搞这样的挑衅，但是到最后一刻呢，他往后缩了啊，因为呢他也是知道 承担不起这种后果。有分析指，金门本岛北面的马山观测站距离厦门市东南端的角屿仅有1.8公里，而处于厦门与金门之间的狮屿距离厦门市中心不到4000米，抬眼可见厦门东部的林立高楼。 另外，在台军划定的6个射击区域中，猛虎屿和复兴屿位于厦门市正在疏浚的65电航道附近。更确切地说，65电航道在猛虎屿和大嶝岛中间穿过。这样的精心安排，如果说没有针对性，只能说此地无银300两。 对此，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3月27号就曾明确表示，究竟是例行性的训练，还是有针对性的挑衅，民进党当局心里比谁都清楚。金门乡亲亲历和平与战争的转换，愈加珍视和平，反对战争，已经在开炮和建桥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我们密切关注台军在金门的动向，如其挑衅之事， 胆敢轻举妄动，必遭失败。而在3月28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发言人吴谦也对此作出表态：台军的任何动向，解放军尽在掌握。民进党当局的任何挑衅行径，都将以失败而告终。 有观察指，依照台军方负责人邱国正此前扬言的更改所谓第1机，并要求台军采取措施反制，如果真的在相关海域发生意外，台军反而将成为骑虎难下的那一个。毕竟，本来应该担责的邱国正已经火速请辞了。台军做出推迟演习的决定，不排除就是台当局担心突发意外情况后找不到人背锅。 此外，台军实弹射击的时间点刚好跟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窜台撞上。有分析认为，罗森伯格这个时候窜台，很可能是为了给赖清德打预防针，也就是要求后者不要进一步加强对抗及升高两岸情势的动作。因为美国当前已无力卷入另一场新的冲突。由此看来，台军推迟演习的决定，不排除也是按照美国的要求办事。 美国有一点啊，它是非常明确的，那就是他要把台当局要把控在自己手里边，要让台当局呢为他去服务，而不能说是台当局呢失控，最后呢把美国呢给拖进来。这种的情况呢，就属于美国不能够接受的。因此，像美台之间现在呢勾连很密切，但是呢双方在诉求方面啊还是呢有很大的差异的。那么像最近这一件事情呢，应该是可以看出来，那就是 台当局试图呢是想把美国呢拖下水，然而呢，美国呢显然是看到了台当局这样的苗头，所以呢就把它给摁下去了嘛。另据台媒报道，日前一段有关航拍金门2弹岛台军的画面曝光，流传于网络。视频简介中描述称，中国台湾2弹岛台军士兵被大陆无人机吓得跑光光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无人机不仅近距离拍下了2弹岛的全貌，而且还把台军在岛上的活动情形给拍了下来。最后更是飞到坐在阶梯上的台军士兵上空，几名台军士兵还纷纷抬头往上看。
这段视频立刻引发岛内对金门驻守部队的质疑，认为台军在实弹演习前夕还如此散漫。岛内舆论也纷纷提醒民进党当局，在金门举行实弹演习殊为不智，一旦演习的子弹、炮弹威胁到大陆船只，甚至是落到大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按照视频所讲述的画面，演习在即，驻守金门的台军反而成为惊弓之鸟。眼见大陆无人机靠近，台军竟然纷纷丢下弹药箱，四散而逃，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。对此，金门防卫指挥部第一时间出来解释，称该影片所拍摄的内容的确是二弹岛的守备部队。当天下午，该部队正在执行运补卸载任务，但否认了所谓逃跑的言论，认为可能是因为无人机采用远距离摄影手段，而且处在逆光位，官兵未能及时发现所致。未来将持续要求防区加强监侦。对于民进党当局及军方的反应，岛内舆论一片哗然。上一次我们看到有无人机干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2022年裴洛西来访之后的大陆围台军演之后，就出现了在金门这个地方有看到有无人机。那个时候我们的官兵是什么处理？丢石子、丢石头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？经过2年了，居然还说没有 SOP， 而且前后矛盾。然而，更打脸台当局的是，3月31号，一位厦门网友在网络上认领了本次事件。原来，所谓的无人机侦察金门只是他的个人行为，而之所以要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了解到金门将在4月份实施实弹演习，他关注这件事，所以才操作无人机飞过去看一看。如果说这种行为叫挑衅的话，那么把炮口对准厦门这么近的距离，是不是挑衅？那我要声明的就是这一点。显然，台当局在金门实弹演习的计划也引起了大陆民间的高度关注。此举已经严重伤害了两岸民众的感情，同时也暴露了另一个重要问题，那就是台军的防御形同虚设。面对大陆网友的民用无人机，台军不仅没有察觉，反而被近距离拍下了清晰的活动轨迹。在发现后，也没有任何反制的办法。如果说士兵逃窜还只是个人行为，那么被民用无人机破防就更令人唏嘘了。